东莞不再是以前的世界工厂，现在很多大厂都已经搬走了。以前那些上万人的电子厂和鞋厂都已经搬到东南亚，所以可以明显感觉到，在东莞打工的人越来越少了。东莞的工资太恶心了，太低了，东莞已经不是合适打工人的天堂了。现在东莞，我现在属于在正安科技园，你看，这工业区连个眼影都没有，找工作。没上来东莞的，不要上来东莞了。东莞东站曾经是多少打工人南下的第一站，大家带着大包小包，满怀信心的来到东莞打工。看现在这里有多少人拉着行李回家。今年找工作真的是太难了，很多工厂呢，他都接不到订单，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失业。现在有工作的人就好好珍惜吧。美中关税战如火如荼，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了145%的关税，而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加征了125%的关税。关税战给中国出口贸易造成重大影响，大批的外贸企业，尤其是专做美国出口的企业，订单消失，企业停工停产，生存艰难，一片哀嚎。关税战对世界工厂东莞的冲击更是超乎了想象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。东莞是全球知名的制造业中心，尤其是以电子、鞋业、家具等行业闻名，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与国内投资。然而，随着中美贸易战开打，供应链转移，台商及外资大幅撤出，东莞失业人口暴增，因为找不到工作，有400万人离开，东莞繁华落尽。如果你在东莞上班，中美关税大战对我们普通打工人有什么影响？东莞工厂的货物出不去，那么工厂的订单就会减少，工厂的订单减少，它就用工需求没那么大，但是依然还是有那么多人在找工作，可能后面就会出现降工价呀、裁员啊，之后在东莞找工作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多，所以不管你在东莞什么厂上班，只要你的班还可以正常上，你的工资按时发放，千万不要轻易辞职，一定要扛住。普通人就2个字：扛住，扛到情况有所好转。所以不要轻易的离职，我只能这样说了，兄弟们啊！关税最大的输家很可能就是这种世界工厂东莞，这里有点规模的企业1.4万家左右，其中60%都在做外贸出口。现在呢，订单暴跌，日子不好过。前几天去回访了一个台资企业的老客户，清明节原本只放1天假的，现在直接延长到了5天。最要命的是什么呢？这些大厂为了生存，还不得不转向内销，来跟本土的一些小厂抢市场。整个行业现在变得更卷了，而且是往死里卷的那种。博主说，他看到有人在网上振臂高呼，叫嚣要不惜一切代价反制美国。他忍不住想对对方2句：别嚷嚷了，你或许就是那个代价。这位博主表示，这波关税战让东莞制造业迎来近10年来的最严峻的考验。东莞的老板们最近睡得还安稳吗？关税战的影响下，不少工厂已经叫苦连天了。那先看电子行业，连 OPPO 这样的大厂，高端芯片采购成本都要上涨30%。位于长安的 TCL 代工厂，生产成本预计上涨15%到20%。那还有10街镇超过200家的小型电子厂，可能面临被迫停产的危机。服装行业就更惨。我们的联业制衣、新丰制衣这些外贸大厂订单量已经开始萎缩，原本一个厂要接几10条生产线的订单，现在能保住1半就不错了。那更别说那些小型服装厂，很多都已经开始裁员了。那塑胶玩具行业，清溪镇的合众、红枫等代工厂，原料成本上涨了25%。像陆亚洲这样的教育电子产品制造商啊，芯片采购价是翻了1倍，利润已经快要被榨干了。那更要命的是一些在东莞设厂的外企，那比如说英国某知名电器品牌在大朗的代工厂，已经在考虑把它的产线转移到越南去了。千万不要再来东莞了，今年东莞的工作真的太难找了。现在才3月份，大部分的厂呢已经挺超了，就算在招人哈，他也只有女孩子哈。而有些厂呢，不是在卡年龄，就是在卡学历，还有卡我们的身高哈。而厂里的一些工价呢，从年初的20多降到现在的17、18，简直是在白嫖我们的劳动力哈。市面上那些好厂呢也不再招人，大部分的厂呢都没什么订单了。往年就是在招人的厂哈，现在直接干满了，厂里缺口是10个人的，结果来了100-200个人哈，最后呢又不要人了。今年的打工人真的太难了。东莞不是就业形势差，而要是很多人大专毕业以后去找工作，除了销售、主播、
地推、进场、前台、收银、电话客服，好像也没什么工作了。现在不是我们去选择工作，而是工作在选择我们。除非你个人有非常大的个人优势。上学的时候总幻想坐在办公室吹着空调的工作，毕业以后啊，梦醒了，这个社会真的很现实。东莞遍地都是月薪3000，最基本的社保也不给交，在东莞找月薪5000的工作真的很难。在东莞，我跟老公2个人月收入7000。从这个月起，我的目标是每个月能存4000块钱。这是我们在东莞打工的第22年，前10年没有一点积蓄，为了养3个孩子，工资是一边赚一边花，每个月都是月光族。从那时候起，我们一直省吃俭用，到现在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，手里也没钱。像我们这个年纪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没有点存款，心里总是不踏实，所以我们不敢大手大脚。评论区总有人说，钱是挣出来，不是像我这样省。对于我们没技术、没文化，想找一份高工资的工作太难了。我们要想攒下钱，就只能从牙缝里省，捡2个从老家带上来的母鸡蛋。总有人说我们经常吃面条，没肉怎么吃得饱肚子？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吃。博主小鱼从深圳出发，坐火车去东莞面试华为公司。毕业证和身份证已经准备好了，因为面试华为的第一关就是检查你的毕业证原件。出发了，兄弟们！哎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这种生活啥时候是个头啊？这种天天为了生活到处奔波，真的一点都不想过了这种日子。兄弟们，现在又要坐20多个站的公交车啊，我是真绷不住了。来一个鸡蛋饼吗？兄弟们，上车了。导航上显示要坐2个小时，都有20多个站。彻底荒废了。兄弟们，现在下公交车了，但是还要走半个小时的路。本来我计划扫个小单车的，但是这周围根本没有小单车呀，根本没有小单车。到了，兄弟们，但是这个中介说今天已经爆满了，现在才9点钟就已经爆满了，只能等明天了，彻底废了。今天又要在东莞住一晚，明早再来参加面试了。今天回不去深圳了。这里是东莞长安萧边万和商业城，好多店铺都空着，以前一铺难求。到底是为什么？还有华润也倒闭了。曾经人山人海、热闹非凡的一条街，如今时间已过，再也看不到那种热闹的场景，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繁华一去不复存在，最后只留下一代人的青春与回忆。现在东莞的房租越来越便宜了，有几百号的那些大厂，他们都搬走了。例如那些电机厂、那些鞋厂，他们搬走了之后，东莞少了起码10多万人。那些店铺准让的，以前准让动不动都10多20万的准让费，现在收回押金都没人要。那些公寓以前一空出马上有人住了，现在都无人问津了。我有一个朋友承包一个大的公寓，花了很多钱去装修，结果现在没人住，他现在很彷徨，也很无奈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按照现在这种状况，那些房东应该怎么样熬下去了？都是到东莞市的市中心都没人了，兄弟们。哦，哪里有人嘞，兄弟们？东莞市的市中心的大街上都没人了，现在是晚上8点多钟了。这东莞嘞，东莞人嘞，人都去哪了？现在这是到东莞市的市中心民营国贸城，哦，没人嘞。现在正是高峰期，都下了班出来玩的时候，就这么点人。普通2本毕业，一个人在东莞打拼，每个月实际到手工资有多少呢？我是新闻学专业毕业的，毕业后在广西找不到工作，约到了深圳的面试就来了。后来干了1个月被裁员，现在入职东莞的一家公司已经1个月了。今天发了工资，没有买社保，单休，到手2400。上个月上了13天班，也就只发了13天工资，公司包吃没包住，付完房租也没剩什么钱了。每天工作，租房2点一线，这样的工作似乎少了些盼头。看到我身后这些兄弟姐妹了没有？行李都堆成小山了，眼神里全部都是迷茫。这就是我们当下打工人的真实战场。劳务市场门口蹲满了滞留的人，厂门口的招聘牌从月薪8K 缩水到综合薪资5K 到6K， 连中介的喇叭都没以前响了吧？为啥子？大市场摆在这里啊，订单夭折，生产线停摆，老板都说了，能不裁员都已经不错了，哪里还有什么高工价天上掉？
咱们摸着良心说啊，谁不是揣着赚够钱就回家盖房的一个梦想出来的？结果呢，中介吹的坐班轻松，包吃包住，到了地方才发现12小时流水线，宿舍的热水都靠抢，工资条上的餐补、房补全部都是虚的，扣完7七8八的，到手话有过5K 多，就已经算不错了。东莞到底怎么了？今年和去年相比，明显有很多人都离开了东莞。外来人口减少了一大半。2024年啊，东莞有个现象非常普遍，那就是有很多房子都空了下来，几百万买的房子拦腰斩了一半。不管是城中村出租房，还是商铺的铺面，到处都是冷冷清清的。最让人扎心的评论就是，很多人表示已经失业了大半年，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。有些人说，我找到了工作，也是挣一份工资，干2个人的活，精神和体力双重的压力。很多老板啊，表面光鲜，一到了月底就发不出工资，人口是严重流失啊！以前接近2000万人口，现在不到1000万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